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顾主任，急诊科送来一个车祸患者，失血过多，情况危急。值班护士急匆匆跑进办公室。顾承安放下茶杯，看了看墙上的钟，晚上11点半，叫王强去。他淡淡地说。护士愣了一下，可是院长点名要您主刀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江城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总是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这种气味顾承安已经闻了30年。从一个刚毕业的小医生到首席外科主任，他在这条走廊里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。墙上的照片记录着医院的发展历程，其中有一张是5年前拍摄的。顾承安站在第一排中央，身穿白大褂，表情严肃而自信。那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。3月的一个周一，顾承安像往常一样7点半到达医院。护士小张迎面走来，神色有些异样。顾主任，院长办公室找您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眼神躲闪着，不敢直视。院长办公室位于医院大楼的6楼。顾承安轻车熟路地走过去，推门而入，发现不只是院长在，还有医务科主任李荣华和人事科的张科长。3个人围坐在会议桌旁，桌上摆着一叠文件。坐吧，承安。院长刘文波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语气比平时正式了许多。顾承安坐下，目光扫过桌上的文件，最上面那份的抬头写着关于顾承安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。我们决定对你的职务进行调整。刘文波清了清嗓子，从主任医师降为主治医师，不再担任外科主任职务。顾承安的手指在桌面上轻敲了几下，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。理由呢？工作态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。李荣华接过话头，最近有患者家属反映，你在治疗过程中态度不够积极，还有同事反映你在科室管理方面存在疏漏。具体是什么问题？顾承安的声音依然平静。3个人互相看了看，最后还是刘文波开口。总之就是这样决定了，希望你能正确对待组织的决定。顾承安站起身，拿起桌上的文件翻了翻，上面的理由写得模糊不清，什么工作态度消极、管理不善，都是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控。他合上文件，放回桌上。我知道了。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张科长问道。没有。顾承安转身往门口走去。什么时候生效？从明天开始。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起来格外清脆。走廊里有几个护士正在小声议论什么，看到顾承安出来，立刻停止了谈话。顾承安没有理会他们的目光，径直走向电梯。消息传得很快，到了下午，整个医院的人都知道顾承安被降职了。有人惊讶，有人同情，也有人幸灾乐祸。在医院的食堂里，在各个科室的办公室里，在值班室里，到处都在讨论这件事。顾主任平时那么认真负责，怎么会被降职呢？听说是得罪了什么人。这年头啊，有本事也不行，还得会做人。顾承安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食堂吃午饭，他端着餐盘走过一排排桌子，能感觉到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他。有些人会主动和他打招呼，但语气变得小心翼翼；有些人则故意避开他的目光，假装没有看见。外科的几个老同事围成一桌，看到顾承安过来，招手让他坐下。老顾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心胸外科的主任老王压低声音问道。顾承安夹了一筷子青菜，
慢慢的嚼着，没什么，组织的决定，可这也太突然了吧？突然吗？顾承安抬起头，我倒觉得挺正常的。老王想再说什么，但看到顾承安平静的表情，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第二天，顾承安准时来到医院，但他的办公室已经换了，从6楼的主任办公室搬到了3楼的一间普通诊室，面积只有原来的一半。桌上放着一叠病历，都是一些常见的外伤病例，处理起来并不复杂。新上任的外科代理主任是王强，40岁出头，原本是副主任。他在科室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，语调激昂，仿佛要带领科室走向一个新的时代。顾承安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，偶尔抬头看看，更多时候是在翻阅手中的病历。会议结束后，王强走到顾承安身边，老顾，以后我们还是同事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。顾承安合上病历，看了他一眼，谢谢。王强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顾承安已经站起身往外走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顾承安的工作变得单调起来，他每天处理一些普通的外伤病例，缝合伤口，处理骨折，偶尔参与一些小手术的助手工作。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实在太简单了，简单到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机械性的重复动作。以前每天都要处理的复杂手术、疑难病例、科室管理，现在都与他无关了。他的日程表变得空旷，下午4点钟就能完成一天的工作。但顾承安表现得异常平静，甚至可以说是冷漠。他从不抱怨，不解释，不为自己辩护，就像这次降职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这种反常的态度让周围的人更加困惑。降职事件过去1个月后，医院里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。首先是患者的异常情况，顾承安之前负责的几个重症患者突然出现病情恶化。胃癌术后的李老太太原本恢复得很好，但在某个周3的晚上突然出现腹痛、发热，经检查发现腹腔内感染。肝癌切除术后的张先生也在同一周出现了并发症，肝功能指标急剧恶化。这些患者的家属很快就找上门来，我们老太太手术后一直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李老太太的儿子在护士站大声质问，是不是你们的治疗方案有问题？值班护士解释说这是术后的正常风险，但家属不买账。之前的顾主任不是说恢复得很好吗？怎么他一走人就出问题了？类似的抱怨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，矛头都指向顾承安此前的治疗方案。医务科不得不组织专家会诊，重新评估这些病例。王强作为新任科主任，在处理这些纠纷时表现得很积极，他安抚家属，协调各个科室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在一次科室会议上，他隐晦地表示，可能之前的治疗方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我们要吸取教训，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坐在角落里的顾承安听到这话，抬起头看了王强一眼，但没有说什么。更奇怪的是同事们的态度变化。顾承安的助手小李是个28岁的年轻医生，之前对顾承安非常尊敬，经常主动请教问题，但最近他开始刻意避开顾承安，甚至在科室讨论病例时公开质疑顾承安的医疗方案。我觉得这个切口的选择可能不太合适。小李在一次病例讨论会上说道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，那是顾承安设计的手术方案。这种质疑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顾承安看了看小李，
年轻人的脸上有些不自然，但眼神里带着一种莫名的敌意。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顾承安问道。小李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个替代方案，明显是从教科书上照搬来的，缺乏实际经验的支撑。顾承安没有反驳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会议结束后，顾承安走到小李身边，小李，我们谈谈。小李看起来很紧张，跟着顾承安走到走廊的一角。最近感觉你有什么心事？顾承安的语气很平和。没什么心事。小李低着头，不敢看顾承安的眼睛。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告诉我。小李猛地抬起头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真的没有什么，顾主任，我还有病人要看，先走了。说完，他匆匆离开，留下顾承安一个人站在走廊里。最让人费解的是那些匿名信件。第一封信出现在顾承安办公桌上，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。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，没有署名，也没有邮戳，里面只有一张纸，上面用打印机打出几行字：识相的话就主动离开，否则会有更严重的后果。顾承安看了一遍，把信件放进抽屉里。他没有报告给保卫科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第二封信出现在1周后，内容更加直接：你在医院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，趁早滚蛋。第三封、第四封，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封，内容大同小异，都是威胁他离开医院。顾承安每次都看一遍，然后放进抽屉里。抽屉里的信件越来越多，但他的表情依然平静如水。护士小张有一次进办公室送病历，正好看到顾承安在看信件。顾主任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一些无聊的东西。顾承安把信件放回抽屉，病历放桌上就行。小张想再说什么，但看到顾承安已经开始翻阅病历，只好把话咽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王强在医院里的地位越来越稳固，他频繁出入院长办公室，据说在讨论科室的发展规划。他还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作流程，取消了一些顾承安时期的规定，俨然已经是科室真正的掌权者。在一次全院的学术会议上，王强代表外科做了一个关于科室管理创新的发言，获得了院领导的高度评价。会后，不少人围着他祝贺，称赞他的管理理念。顾承安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，看着前面的热闹场面。会议结束后，大部分人都走了，他还坐在原地翻阅着会议资料。老顾，你怎么不走？老王走过来问道。再坐一会儿。顾承安合上资料。这会议室挺安静的。老王坐在他旁边，看了看前面已经空荡荡的主席台。你真的就这样认了？认什么？被降职这件事。你在这里工作了30年，手术做了几千台，从来没有出过医疗事故，凭什么说降就降？顾承安站起身，拍了拍老王的肩膀。世事无常，这有什么好想不通的？可是，没有可是。顾承安往门口走去。人总要学会适应变化。老王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医院里的传言越来越多，有人说顾承安是得罪了院长，有人说他卷入了医疗纠纷，还有人说他和医药代表有不正当关系。这些传言没有任何证据，但在医院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传播得很快。顾承安对这些传言充耳不闻，他每天按时上下班，认真处理分配给他的病历，参加必要的会议，就像一个刚入职的新医生一样。这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。一个在医院工作了30年的老医生突然被降职，
面对同事的冷眼、患者的质疑、匿名的威胁，竟然能够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，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正常的。但顾承安就是这样做的，日复一日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5月的第3个周四，江城下了一场大雨。晚上11点半，顾承安刚准备离开办公室，走廊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护士小张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脸上满是焦急。顾主任，急诊科送来一个车祸患者，情况非常危急。顾承安停下收拾东西的动作，伤情如何？多发性外伤，失血过多，血压已经测不到了，胸腔、腹腔都有出血，需要立即手术。小张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急诊科的医生说，可能撑不过今晚了。顾承安点了点头，但没有立即行动。王主任呢？王主任说他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手术，让我来找您。院长知道吗？知道，院长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他说一定要您主刀。顾承安看了看墙上的钟，11点35分。他缓缓坐回椅子上，端起桌上已经凉了的茶杯，告诉院长，我辞职了。小张愣住了，茶杯举到嘴边的顾承安也愣住了。不是因为自己说出了这句话，而是因为小张脸上的表情不是震惊，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释然。您真的辞职了吗？小张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是的。顾承安放下茶杯，我已经不是这里的医生了。小张转身往外跑，留下顾承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。5分钟后，院长刘文波匆匆赶来，身后跟着医务科主任李荣华和王强。承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刘文波一进门就问道。小张说你辞职了。是的，我昨天提交了辞职申请。顾承安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副本。刘文波接过文件，快速浏览了一遍，上面确实是正式的辞职申请，日期是昨天，理由写着个人原因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以为人事科会通知你们，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。李荣华插话道，患者的情况很危急，整个医院就你有能力做这台手术。顾承安摇了摇头，我已经不是医院的员工了，没有权限进入手术室，权限的事情我们可以特事特办。刘文波说道，你先去救人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我拒绝。这3个字说得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起来格外清晰。3个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你说什么？刘文波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我说我拒绝。顾承安重复了一遍，我不是这里的医生，没有义务为这里的患者承担责任。可是人命关天啊！李荣华急道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医院有那么多医生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顾承安站起身，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。王主任年轻有为，让他试试看。王强的脸涨得通红，这种手术我真的做不了，你知道的。那就转院，来不及了。刘文波拍了拍桌子，现在雨这么大，路上又堵车，等转到省医院人早就没了。顾承安停下收拾东西的动作，看了看窗外的雨，确实很大，雨水拍打在玻璃上，发出密集的声响。那我也没办法。承安，你冷静一点。刘文波的语气缓和下来。我知道之前的事情让你有些想法，但这是两码事。现在有人需要救助，你作为医生，我不是医生。顾承安打断了他的话，至少在这家医院不是。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，窗外的雨声显得格外清晰，偶尔有救护车的鸣笛声从远处传来。10分钟后，急诊科的电话打到了办公室。小张在电话里哭着说，
患者的情况更加危急了，可能随时会出现心跳停止。求求您了，顾主任。小张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只有您能救他了。顾成安接过电话，声音依然平静，告诉急诊科做好抢救准备，等待其他医院的专家会诊。可是就这样吧，顾成安挂断了电话，又是一阵沉默。刘文波、李荣华、王强三个人站在办公室里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一个医生在面对濒死患者时选择拒绝救治。你真的决定了？刘文波最后问道。我决定了，哪怕这个患者死在医院里，那不是我的责任。顾成安收拾好东西，拿起外套，我该回家了。三个人眼睁睁地看着顾成安走出办公室，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逐渐远去，直到电梯的声音响起，他们才回过神来。这怎么办？王强结结巴巴地问道。联系省医院，看能不能派专家过来。刘文波揉了揉太阳穴，同时准备转院。可是这种天气，尽力而为吧。当晚12点半，患者在转院途中死亡。第二天，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医院，人们在议论顾成安的冷血，在质疑他的医德，在猜测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但顾成安没有来医院，他的办公室空荡荡的，桌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，就像他从来没有在这里工作过一样。顾成安的辞职在医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死者是一个30岁的建筑工人，留下了妻子和2个年幼的孩子。家属得知顾成安拒绝手术的消息后，情绪激动地冲到医院讨说法。为什么不让最好的医生救我丈夫？死者的妻子在院长办公室里哭喊着，他们是不是故意的？刘文波解释说，顾成安已经辞职，不再是医院的员工，但家属根本听不进去。他们认为这是医院推卸责任的借口，要求医院承担全部责任。事情闹得很大，甚至惊动了市卫生局。局领导要求医院写出详细的事故报告，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与此同时，关于顾成安的传言也达到了顶峰。有人说他是因为被降职而报复医院，有人说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获得重视，还有人说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职业道德，30年的名声算是毁了。有人在背后议论，一个医生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可能之前对他的评价都是错的。但是就在事件发生的第3天，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。市纪委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，带走了王强和医务科的一个工作人员进行调查，同时卫生局也派出了专门的调查组，对医院最近发生的几起医疗纠纷进行重新调查。消息很快传开了，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。调查的进展出人意料的快，仅仅3天时间，王强就被正式立案调查，罪名是收受医药代表贿赂、篡改患者用药记录，导致医疗事故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调查发现王强为了排挤顾成安，故意在几个重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做手脚。他收买了药房的工作人员，偷偷更换了顾成安开具的药物，导致患者病情恶化。那些匿名威胁信件也是他安排人投放的。我们在王强的电脑里发现了大量证据。纪委的工作人员在通报会上说道，包括与医药代表的往来邮件、篡改医疗记录的操作日志，还有购买威胁信件所用纸张的发票。更加戏剧性的是，
顾承安在辞职申请中附了一份材料，里面详细记录了王强的违法行为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涉及的人员，甚至还有一些录音文件。顾承安早就掌握了这些证据，但他选择通过正当途径举报，而不是私下解决。调查组的负责人说，他的辞职是为了避嫌，以局外人的身份配合调查。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原来顾承安不是因为被降职而心灰意冷，也不是因为名誉受损而破罐子破摔，而是早就知道真相，并且在暗中收集证据。那些看似平静的表现，那些不为自己辩护的沉默，那些面对质疑时的淡然，原来都是有原因的。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让真相大白。助手小李也被调查，原来他是被王强收买的，负责在科室内部散布对顾承安不利的言论，并且在关键时刻提供伪证。王强许诺让我做主治医师，还说会推荐我去进修。小李在接受调查时承认，我鬼迷心窍，做了对不起顾主任的事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。王强不仅仅是为了排挤顾承安，更是为了掩盖自己与医药代表的勾结。他担心顾承安发现自己的违法行为，所以设计了这整套阴谋。院长刘文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，但因为管理失察，对明显的异常情况视而不见，也被要求引咎辞职。事件的反转让整个医院都陷入了反思。那些曾经质疑顾承安的人开始感到愧疚，那些曾经冷眼旁观的人开始后悔，那些曾经传播谣言的人开始羞愧。我们都错怪了顾主任。护士小张红着眼睛说，他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却一声不吭，早就应该想到的。老王拍着大腿，顾承安做了30年医生，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事？肯定是有人陷害他。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顾承安去哪里了？自从辞职以后，他就像消失了一样，手机关机，家里也联系不上。医院想找他核实一些情况，但完全找不到人。直到1周后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打电话给江城人民医院，询问顾承安的工作表现和人品评价。我们想聘请他担任外科主任。对方在电话里说，他的简历和推荐信都很优秀，但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他在你们医院的具体情况。江城人民医院的代理院长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意识到顾承安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。市第一人民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之一，能够在那里担任科主任，比在江城人民医院当普通医生强得多。顾承安是我们医院最优秀的医生之一。代理院长在电话里说，人品和医术都没有任何问题，你们可以放心聘用。消息传开后，江城人民医院的员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顾承安走了，去了更好的地方，而他们却要面对这一地鸡毛。人家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后路。有人感叹，我们还在这里为他担心呢，这才是真正的高人，什么都算计好了，包括那个拒绝手术的事情。确实，后来的调查发现，顾承安拒绝为车祸患者手术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他知道，如果自己出手救了那个患者，王强就会想办法在手术过程中做手脚，到时候患者死了，责任就会完全推到他身上。而他选择拒绝，虽然承担了道德上的质疑，但却保护了自己，也为真相的揭露争取了时间。那个患者的死亡确实很可惜。调查组的负责人后来说，
但如果顾成安当时选择手术，结果可能更糟糕。王强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完整的陷害方案，包括在手术过程中制造意外，然后把责任推给顾成安。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复杂。一方面，他们为顾成安的智慧和坚韧感到敬佩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为自己的愚昧和冷漠感到羞愧。1个月后，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宣布聘请顾成安担任外科主任。在就职典礼上，顾成安发表了简短的讲话。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，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公正的环境。他说：“我希望在这里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患者服务，不受任何干扰。”台下的掌声很热烈，但顾成安的表情依然平静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江城人民医院的一些老同事也来参加了典礼。会后，老王走到顾成安面前：“老顾，你这一招实在是高明。”顾成安摇了摇头：“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害得我们都为你担心。有些事情说早了就没有效果了。”顾成安看了看远处的医院大楼，而且我也想看看在那种情况下大家会是什么反应。老王听出了话里的深意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现在都过去了。顾成安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以后大家都好好工作就行。”当天晚上，顾成安在新的办公室里整理文件。这间办公室比江城人民医院的要大，窗外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。桌上放着一张照片，是他在江城人民医院工作时的合影。照片里的他站在第一排中央，表情严肃而自信，就像30年前刚开始工作时一样。他看了看照片，然后把它放进了抽屉里。外面开始下雨了，雨水拍打在玻璃上，发出熟悉的声响。顾成安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雨夜，脸上露出了3个月来第一次真正的笑容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又有新的手术等着他。30年的从医生涯，他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，经历过太多的起起伏伏，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他对医术的热爱和对患者的责任心，这就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